朋友们好啊！这个视频开箱 M4 芯片的 Mac Mini， 我个人认为这是苹果近50年历史以来性价比最高的电脑。首先，它真的很轻很小，快递员把包装给我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这箱子里居然是台式电脑。然后它的包装盒现在是一个正方体，正面是 Mac， 右侧面是 Mini， 背面是 Mac， 左侧面是 Mini， 然后上面是 Mac Mini。底面呢是封条。Mac Mini， 哇，这个真的非常小啊！我的天哪，这个一只手就可以轻松掌握哎。把它外面的纸先撕了吧。还是非常熟悉的铝金属的质感。我拿出我的老款的 Mac Mini 稍微对比一下啊，这就是大概直接小了一半的样子。再来看看盒子里面啊，这是黑色编织材质的2米电源线啊，终于有编织电源线了，可喜可贺。这个比以往的橡胶电源线可要耐用太多了。剩下的是一些说明文档啊，这个说明文档现在也改成了圆形，但是苹果的 logo 贴纸没有了。然后包装里面就没有其他东西了。好，我们回到 Mac Mini， 把它放到我的桌上，插上电源和显示器，开机。非常熟悉的 Mac 欢迎画面，简单设置下。那么好，开箱环节就到这边，接下来简单讲讲过去几天使用它的一些感受吧。14年来 ，Mac Mini 首次对模具进行了大更新，从原来的扁平盒子变成了现在更为紧凑的，有点像立方体的盒子。长宽方面是几乎直接减半，重量也直接减半，只有高度的话增加了一些。如果再拿出 A15 的 Apple TV， 可以看到新的 Mac Mini 的大小已经比较接近 Apple TV 了，比我的手机都要短。这个设计大概可以看作是 Mac Studio 的等比例缩小版。正面它现在有2个 USB-C 接口，支持实际的速率，插把 U 盘或者是给手机充个电什么的都很方便，就不需要再去后面摸着找接口了。但有些人觉得正面开孔不好看，我觉得这2个 C 口就像 Mac Mini 有了2个小眼睛一样，还挺可爱的。来到背面，首先3个雷利接口，如果你买的是 M4 基础款，它们是雷利4；如果是 M4 Pro 款，它们是雷利5。其他的话还有满血版本的 HDMI 2.1， 这次基础款就可以拥有，以及一个可以选配万兆速率的以太网接口。3.5毫米音频接口则被移动到了正面，用来接耳机什么的会很方便，但是接音箱的话反而会有点别扭了。虽然少了 USB-A 接口，但多了雷利，带宽其实更大了，扩展性仍然很好。毕竟 Mac Mini 它的优势就是让你自由搭配你喜欢的外设。来看看机身底部，它从原来的塑料材质升级到了金属，质感呢是比老款出色不少，散热进出风口的开口也变得更大。这一圈既是进风口也是出风口，因为底部的开孔现在是2/3用于进风，1/3用于出风。这样的设计让新款 Mac Mini 背后无需再单独开孔散热，空间利用率进一步提升。新款 Mac Mini 仍然内置了电源，这是我最为震撼的一点。毕竟差不多体积的 X86 mini 主机们基本上都得拖一个大大的板砖电源，但是新 Mac Mini 完全不需要，它的内部集成了可以持续提供155瓦供电的电源。要知道很多100瓦的充电头也无非就这么大，那我们对比一下，这是苹果自家的96瓦的一个充电头。同样震撼的还有它可以选配最大 M4 Pro 满血版芯片和 64GB 的统一内存和 8TB 的固态。今年 M4 Pro 芯片的性能提升非常大，很多场景甚至都打平了 M2 Ultra。能把这些规格都通通塞进这么小的盒子里，只能说苹果这个工业设计能力真的很强。由此带来的好处呢，不仅是新 Mac Mini 可以更加随心所欲的搭配桌面，很好的融入到你的各种工作环境之中，而且它的移动性也非常不错。
直接上班带出门，随身放在袋子里或者背包里。那670克的重量比大多数笔记本都轻得多。到了公司里面呢，直接插上电源线和显示器就可以开始工作了。下班回家再带回家接着用，完全没问题。新的 Mac mini 依然沿用了经典的银色铝金属，坚固耐用。不过我更期待下一代 mini 能添加一个深色配色。总的来说，这代 Mac mini 算是真正意义上为 Apple Silicon 所设计，造型更加 mini， 所提供的性能依然强劲。接下来我们将来详细讲讲这次 Mac mini 的性能表现。这次的 M4 系列芯片是一次重大的性能和架构升级。我手上这一支起步价3749的 M4 基础款 16+256 的配置，相比之前同样是3000多的 M2 8+256的 Mac mini， 它的提升可谓是巨大。尤其是这个起步内存 16GB 真的太香了。简单说吧，就是之前 M2 8GB 版本啊，基本上就是只能日常用，上网看个视频，做个家用服务器。你想做点简单的生产力任务，比如说修个照片基本上这个内存压力就黄了，它要频繁的 swap， 响应就慢了，这个就完全埋没掉了 Apple Silicon 的性能，好吧？而在 M4 16GB 下，现在我同时运行着 Final Cut Pro、Lightroom、Pixelmator 3款生产力应用，还有一大堆网页、表格、文档、音乐等等日常 App，它的内存压力居然就没有黄过。这个 16GB 比 8GB 的差别真的是天差地别啊！这可用性一下子就上来了。不仅如此，今年的 M4 你还可以最高选配到 32GB 内存，这进一步提高了 M4 这枚基础芯片的生产力含金量。除了内存容量全面提升之外， M4 芯片本身表现也很棒。先看看 Geekbench 的跑分， M4 的单核心性能大约在3900分左右，这个提升是自 M1 以来最大的。多核心性能则已经达到了去年 M3 Pro 满血版的水平，只能说去年买 M3 Pro 的用户确实是被刺的比较惨。但还有更夸张的来看这个 Cinebench 24 CPU 的成绩，这 M1 到 M3 的提升还挺平均的，然后到了这个 M4 突然这个提升幅度就是一个飞跃。多核性能上基本上就可以说4+6核心20瓦的 M4 打平了6+6核心28瓦的 M3 Pro， 也打平了8+4核心35瓦的 M2 Max。 不过单核心性能的提升才是 M4 最大一眼感知最明显的提升。你其实能明显感觉到 M4 芯片操作日常任务的时候，包括网页的加载和滑动，像 Excel 表格的加载和处理，还有各种其他日常 App 都要更快更流畅一些。至于多核心性能，这里简单测试一个程序员可能会比较关心的成绩，那就是 Xcode 它的编译速度。在 Xcode 编译的实际场景测试中，和前面的多核跑分给出的结果一样，4+6的 M4 打过了6+6的 M3 Pro 和8+4的 M2 Max， 很牛逼对不对？但是给大家小小剧透一下，就是他的哥哥 M4 Pro 的成绩都已经快追上 M2 Ultra 了。我是更推荐确实有开发需求的程序员朋友们，今年一定去选择买 M4 Pro 加 48GB 或者 64GB 内存的配置，它可感知的提升会比 M4 基础款来的还要再大得多。顺带一提，这个 M4 Pro 芯片的 Mac 我也已经拿到手了，真的非常非常强，比 M4 的提升还要让人激动得多。未来呢，我会在 MacBook Pro 的评测视频里面好好讲一讲它。那么这期视频主要还是来关注大多数人会选择的主打日常和轻生产力的 M4 基础款芯片，因此测试项目也更多集中于轻生产力场景。网页浏览性能简单测试一下 Speedometer 3.0， M4 的成绩毫无悬念的继续领跑。GPU 方面来看看 3D Mark Steel Nomad Lite， 这是一项不包含光线追踪的传统 GPU 场景。这个提升幅度中规中矩，而且似乎是依靠提升 GPU 功耗才换来的，这个不算特别惊喜。不过 GPU 的架构方面 ，M3 引入的硬件光线追踪在 M4 上又得到了进一步提高。这里我请出 Blender， 这里 M4 的表现相比 M3 提升大约在 25%， 相比 M1 和 M2 那则是降维打击。再让我们来到实际的游戏场景上，来看看无人升空
这是一款原生支持 ARM64 的 Metal 游戏，它没有光追，在 2K 分辨率高画质 Metal FX 为平衡的设定下，在太空中它的平均帧数是达到了110帧，而在地面上的时候也有70到80帧。M4 在这款游戏的表现已经到了完全流畅可玩的地步，还不错。相距 M2 Pro 呢还有一些距离，估计超越 M1 Pro 是完全没有问题了。而且游玩时候的功耗非常低啊，封装芯片功耗游玩的时候大概只有20瓦左右，风扇呢是依旧安静无声的，这在 X86 PC 上是绝对不敢想象的。另一款游戏 Stray 它的表现也大致类似，在 2K 分辨率高画质 Metal FX 80%的情况下， M4 的帧数表现大概和 M1 Pro 相当，和 M2 Pro、M3 Pro 都还有比较大的差距。最后我们来看看 AI 场景，照片处理使用 Lightroom AI 降噪和 RAW Details 处理8张3300万像素索尼 RAW 无损照片。那这一项测试它会同时用到 GPU 加 NPU， 因而可以很好的反映 AI 综合性能。在 Lightroom 照片处理上 M4 的成绩又给出了超大的惊喜，大幅超越了几位前辈，基本上和 M3 Pro 持平。另一项 AI 测试是 Mac Whisper， 用它对我一段16分钟的视频音轨进行实时的语音转文字。M4 继续领跑所有基础款芯片，但这项测试完全只用 GPU 进行 AI 计算，因此它没有了 NPU 加成。全靠 GPU 规模做 AI 的话，那 M4 相比 M3 Pro 还是要逊色一些的。总的来说 M4 用3000多起步的价格， CPU 打赢了 M2 Max， GPU 打赢了 M1 Pro， NPU 则打赢了所有的前辈，还有光追、动态缓存、网格着色等等新技术的加成啊，真的超值。如果你和我一样，你不知道你需不需要性能，那么选择 M4 是一定没问题的。这个3000多块的小家伙装的是目前世界上单核 IPC 最强的芯片，比起 M123 那时候偶尔还有不跟手的情况， M4 给我的感受那就是指哪打哪，超级快。对于日常任务还有产出像我频道里这样的 4K 视频，处理一下日常拍摄的照片什么的，完全足够了。那如果说你知道你要用 Mac 去创造一些梦幻的东西，能赚钱的东西，比如剪辑 8K 甚至 RAW 视频，用 64GB 内存去做专业的 iOS 开发，创作上百条音轨的空间音乐，编辑上亿像素的商业海报，或者就是单纯钱多预算够，那么我都非常推荐你去升级 M4 Pro 芯片。这次的 M4 Pro 的性能基本上是 M4 的翻倍，然后还有雷利5这样的占未来的规格，是最近几年升级幅度最大的芯片。不过 Mac mini 如此小的体积，内置的电源还塞得下满血版 M4 Pro 这样的规格的芯片，我很好奇它的散热表现究竟如何。通过双考测试发现 M4 芯片 CPU 满载最高是21瓦， GPU 满载是18瓦，同时双考在这40瓦不到的功耗下，风扇呢大概会从默认无声的1000转来到2800转，这个转速也并不吵，不仔细听甚至是听不见的。而且这个是最极限的测试情况，日常哪怕是我这样的 4K 视频工作流或者是玩游戏我从来就没有听到过它的风扇响起来过。但哪怕是最极限的情况， M4 Mac mini 也是没有散热顾虑的。这套小模具里的小风扇可以尽情的榨干 M4 的所有性能。当然，这一套小模具还要给 M4 Pro 款散热。考虑到 M4 Pro 款它用了更好的散热材料和更大的热管，而这枚风扇的最大转速也可以来到4900转，因此我个人估计，即便是 M4 Pro 芯片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有些朋友可能会疑惑， M4 我们拿到手发现续航比以往几代都好，为什么你的图表显示它好像功耗更高了？因为上面这些测试所反映的是它处于最高负载的时间段区间的功耗。苹果显然是提高了 M4 最高负载功耗，但事实上大多数场景时间段，像是加载某个页面，它只会在非常快的几十个毫秒的时间区间里面去提平，然后迅速回落到中低负载。而中低负载下 M4 能效比非常强，且单核性能的增强也让单位时间内它提平时间可以更短，完成的任务更多。所以你可以看到 M4 在大多数场景功耗其实都比前辈们更低，因而 M4 全系笔记本续航也普遍更好。
除了性能表现出色之外， M4 的外围带宽表现也有惊喜。相比 M1、M2 的 mini， 它只有2个雷迪接口， 4K60 的 HDMI 2.0 和最多2个外接显示屏的支持。M4 的 Mac mini 它提供了3个雷迪口，前面还有2个 USB-C 口，然后支持 4K 240满血的 HDMI 2.1， 还有最多3个外接显示器的支持。还有一些人疑问 SSD 256GB 这个最低配能不能买，会不会降速啊？那这边也替大家测试了一下，这个问题只存在于 M2。M4 这代的 256GB 已经没有降速的问题了。对了，苹果在 macOS 15.1 更新之后，给 Mac mini 和 Mac Studio 台式机们也带来了省电模式。开启了省电模式之后， M4 和 M2 的 Mac mini 都会被限制在最高7瓦左右的功耗。说实话吧，没有什么必要啊。但是如果你拿 Mac mini 来做服务器啥的，平时追求极致的节能的话呢，可能可以考虑开启它。那么 M4 芯片的 Mac mini 性能测试就先到这边。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有关 M4 Pro 芯片的性能，记得关注未来的新视频。尽管这次的 Mac mini 非常香，设计也非常棒，但是也不是没有瑕疵哦。最有争议的便是它这个电源键位置。如果你经常确实要按开机键的话，我建议你可以把 Mac mini 竖起来放，或者干脆直接倒放在桌面上。这个造型倒也挺别致的，感觉和这个妙控鼠标就非常有夫妻相。另外大家知道老款 Mac mini 里面它是有个小喇叭，但是音质非常糟糕。很多人之前都猜测新 mini 要变小的话，空间那么紧张，那就干脆去掉这个扬声器吧。不过苹果并没有这么做，相反，苹果继续在新 Mac mini 里面配备了扬声器，而且这个扬声器的音质还升级了。我们来试听音乐看看。我可以说这个音质快赶上我的 iPhone 了，还不错，应急用用完全可以了。当然最重要最主要的意义还是在于开机那一声咣变好听了。好，新款 Mac mini 的初步评测呢就到这边。Mac mini 作为 macOS 生态最便宜的入场券，那如今有了 M4 芯片和 16GB 起步的内存，以及全新的小巧紧凑设计，使得 Mac mini 成为了迄今为止我见过最具有性价比的苹果电脑。尤其是现在啊，你看不错的 4K 第三方 IPS 显示器，这1-2千就能买到了，再外接几块大容量的固态，再搭配一套自己喜欢的客制化键盘、舒适的鼠标，还有音箱，这样无需高昂的开销就可以自由的组建起你喜欢的 Mac 桌面。而且 Mac mini 这个小家伙的性能可不止于 M4， 你最高可以选配满血版 M4 Pro 加 64GB 的统一内存，且依然可以浓缩在同样小巧的体型之中。它是一只造梦小引擎，你可以用它编织出许多大的梦幻。好了，那么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喜欢本视频不要忘了点赞订阅，我们下期视频再会啦。